尽管中国电影雄心勃勃要走向世界，但是这么些年来呢，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世界的只有一个类型片，那就是武侠片。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像英雄啊、十面埋伏啊，包括这个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再往远了说，徐克的新龙门客栈这个系列，这些片子在国际上是有一定市场的。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说这部片子呢，是最早的一部被世界电影关注到的中国现代武侠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双旗镇刀客》，它的导演是和平。可能有不少朋友觉得，哎呦，这片子我听说过，好像也看过，但怎么没觉得那么好看呢？今天回过头再来看，说的是很精彩啊，干净利索呀。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好多武侠大片呢，高度的商业化，它的场面拍摄和人物这方面塑造呢，都比较模式化。基本上这种套路呢，现在应用的非常多，所以你看着呢，觉得有点稍微腻了。可是《双旗镇刀客》作为当初和平导演探索的片子，它里面创造了诸多个武侠电影里的第一。你比方说，第一次用这种武打方式来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就是一击毙命，一击不中，飘然远引，我就这一下子。这是和平的暴力美学。它来源自什么呢？其实它是一种来源自生活的方式。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一看这个武打，就是俩人打的不分上下，其实那不对，真正交手一下就完事儿，哪有那么长时间呢？瞅功夫俊把式，打人的东西就一两下。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呢看了之后呢，感觉不像是武侠小说里和武侠电影里弄得那么玄玄乎乎的俩人激烈的搏斗，就这一下子，场面上干净利索，表达人物内心世界也如此的痛快淋漓。所以我们回过头再看《双旗镇刀客》，他这个整个拍摄的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清新自然，而且那一瞬间浓郁的西部风情在场景当中淋漓尽致的体现，不需要那么多的铺陈，简洁生动。这和我们现在看的几乎所有的武侠电影都不一样，所以你会觉得的清新。可是在当年90年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太简单了，不如李小龙打的那么花哨，没有香港武侠电影那么震撼。可是这样一部片子后来在国内没有获得很好的票房和口碑，但是在国际上很多人看了以后却认为这是电影的真谛。所以《双旗镇刀客》呢，应该说是一部晚来红的片子。这些年电影界的人，尤其拍武侠电影的，不断会提到这部片子。当然这个片子的诞生非常曲折，他的导演和平在90年之前的时候还不是个大腕儿，刚刚拍了一部电影之后，想自己呢能够有所提升。当时《双旗镇刀客》是和平导演的第二部电影，本来当时呢，和平给西安电影制片厂呢提供了一个本子，叫《大漠落日》，就是后来和平拍那个《天地英雄》，这里边姜文、赵薇都在里边出演的，很宏大个片子，但是上头不批，为啥？这片子预算太多。你和平你一个刚出道的导演，你就想，哎呦，你哪拿得起这么大片子？所以和平无奈之下呢，突然琢磨我拍小一点的吧，怎么拍呢？他从这个《大漠落日》这本子里摘出一块，小孩来拍一拍。这就是《双旗镇刀客》里头的孩歌，就是这个作为他一个原始的出发点。然后和平想好了一个故事情节，这孩歌呢找自己的恋人好妹，结果这好妹呢被这个一刀仙他弟弟纠缠，这个孩歌杀了一刀仙他弟弟，结果一刀仙追着他追杀，后来又打败一刀仙，就这么一个故事情节。想出了之后，这剧本故事大纲出来了，剧本谁写呢？当时和平找到芦苇，芦苇今天可是个吧，《霸王别姬》本子他写的，前不久上映的《白鹿原》的本子也是他写的。芦苇当时档期不行，正写别的呢，就推荐了编剧杨争光，
杨振光也是玩水浒那本子，杨振光写的，而且杨振光对于那把握西部的这些小人物很有体会。就这么的和平跟他合作，两个人开始编剧。最后和平本人呢也对这个剧有很大贡献，他琢磨了一刀仙这个人物，说把这个人物烘托出来，哇，这就会光彩夺目。这是刀客里头的刀客，核心里边的核心。就这样呢，本子出来了，接下来拍摄问题非常大，很麻烦。首先是选景，有人说你搭个景不就完了吗？双旗镇西部的镇子搭景得多少钱？整个剧组给批预算127万，这是89年，89年127万也不算少，但是搭景呢还是不够的，小成本的，那没办法，只能找实景拍摄。在哪儿找？西北的地方吗？于是这个和平领着杨振光，领着美编这些人，沿着河西走廊啊，走了1万多公里。这怎么走那么多地方呢？得看呢，哪地方合适不合适。到一个地方，要么是色彩不够，要么觉得地势不行，要么觉得风味不够，要么觉得这拍戏成本太高，受不了，都不满意。最后发现呢，隔了好多沙丘，好像远处有点什么。站到高处一看，用望远镜一看，好像是个古城的遗址，都废弃多少年了。哎，咱看看去。咱们说望山跑死马，你隔着沙丘用望远镜，那多老远，把车停到道边，开不进去啊。4个人步行走了2个多小时。这个地方叫骆驼城，一到这儿一看，和平几个惊呆了，古城遗址真漂亮，正好当时是夕阳西下，一抹落日的余晖映着古城各处金光闪闪，就决定就在这儿拍。那拍是拍，第二个麻烦来了，胶片问题。你拍摄过程当中呢，按照新式的武侠动作拍，一刀见血的这个啊，按照这种格局，里边的打斗动作非常多。那时候中国电影呢比较流行，像那个陈凯歌拍《黄土地》那种类型的，用长镜头叙事，相对镜头比较平稳。他这种拍摄省胶片，可是你这打斗的过程当中，你得跟着什么费胶片。那会儿优秀的导演拍片子，西安电影制片厂也不过允许他1:3，什么意思呢？你耗费的胶片是最后电影时长的3倍，我允许你这样。比方说电影1个小时，我允许你花3个小时的胶片。那会儿不像现在数字，那时候呢胶片都这个成本非常高，胶片本身就是钱。对于和平这样初出茅庐的导演，也就1比2.5算不错了。就1小时电影，你用2小时2个半小时的时长的胶片，所以拍武打场面这根本就不够。最后和平没办法了，跟管仓库的人商量，就是每一回导演拍完了，剩下的东西往回拿，不有一些拍剩下的胶片没用的吗？这些搁到仓库里有不少的已经过期了，有的即将过期，就作为报废胶片处理。和平说这么，你把这些都包给我。管仓库说那你弄吧，只要是厂长批你就拿。厂长也批了，稀里呼噜拿，把这胶片凑到了1比8。就说我要拍2小时电影，我得了16小时的胶片，当然多数是废弃的胶片，就用这些废弃的胶片，和平把这个镜头拍出来了。所以说这个片子的产生过程比较艰难。当然呢，你说艰难，它也有幸运的地方。幸运的地方就这片子里边这些演员真捧场，尤其是这个片子呢，找到了孙海英。这个孙海英呢，现在岁数大了，跟吕丽萍2口子演这《激情燃烧岁月》出名。其实当年电影圈人都知道，就是因为双旗镇刀客，他把一刀仙这个人演活了。挑演员的时候，当时这个和平认识他，因为以前给这个老井的片子，后来不张艺谋演的嘛，选这个演员的时候，其中孙海英试过镜。那这他30多岁，浓眉大眼的啊，精瘦的，但是很有神儿。就这么想起来，一刀仙这人物好像他行，就把他找来。那会儿这个电影相对简单，不像现在你得用明星拉动票房。那时候导演定谁就是谁，也没有说非要用大腕用明星，把他定下来了。后来和平庆幸找他是找对了，为什么呢？这个孙海英啊，不光是说戏好，鬼点子也多，而且很有建设性意见，是个戏疯子。
坚持他的。现在你看孙海英有时候炮轰这个什么冯小刚什么的，说这个说那个，有时候挺讨厌，但是呢，直通的脾气，这个对于探讨业务来说是非常管用的。当时孙海英就提出一刀仙这人物，我给他加个黑头巾。我们现在可能有时候看着黑头巾搁在一刀仙脑袋上，确实跟别人不一样。他为什么加这个呢？一刀仙要为他弟弟报仇。这个西北地区很多这老年人呢，都围着那种黑头巾，风沙大吗？说这个头巾如果让是一刀仙裹到脑袋上，有什么效果呢？他就是家长，长兄为父，我代表我家庭责任感为我弟弟报仇。而且这个也显得这个人不善言谈，另类，和谁都不一样，把一刀仙那股仙劲儿展示出来。结果这个设计最后证明获得成功。再一个，孙海英一个贡献是呢，这个骑马刀客都在马上，怎么能体现那气势呢？他向这个导演推荐一个叫《七侠荡寇志》的音乐，这个音乐节奏感非常好，让这个马跑的过程当中，举手试镜头的时候都按照这个音乐节奏，一下子把马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劲头弄出来。那这都他主意。但是孙海英最大的贡献对这个片子来说是什么呢？他在这里边要按照新式的武打动作拍。他本来原先这里找武侠动作设计都是香港那一套，怎么打套路。孙海英说别的，西北地区啊，风沙极大，没那么多花哨，快意恩仇，刀刀见血，所以咱就拍那种快节奏的，一下子就要命的那种打斗方式。当时没有人敢同意这个，太冒险，说这么快结束了，观众看着不过瘾。孙海英说你可以试试。后来和平考来考去，认为他的建议很合理。就这么在双旗镇刀客里，我们看到的武打动作和所有的武侠片都不一样。所以说孙海英对这部片子功不可没。当然这里边呢还有另外一个人物沙里飞。沙里飞演绎呢，其实是为了映衬双旗镇刀客里关于人性的主题。人性有善有恶，有痛快淋漓，也有这种阴险狡诈的小人，把人性的弱点展示出来。所以沙里飞这个人物主要是为了衬托人性的弱点而存在的。那么这样一部片子呢拍下来之后呢，后来的结果是叫好不叫座。老外很多人看了好，香港很多人看好，电影圈内很多人看好，可是票房当时的成绩不是很理想。那么到后来和平导演拍了这个《天地英雄》，《天地英雄》在电影圈内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是《天地英雄》的票房那肯定不是当年双旗镇刀客能比的。那么这就引发大家一个思考，就是现在的电影，商业电影、非主流的电影，这两个之间怎么去融合？现在有很多影评人，包括有些新生的电影人呢，都觉得呢，电影应该表达创作者的主观意愿，应该像 DV 那么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DV 是表达创作者个人的一些想法，是高度的个性化的。但是你一旦要去拍电影，你要放给大众看，你能不为大众负责任吗？这就好比 DV 是个单身汉，自己吃饱全家不饿，想怎么玩怎么玩。可是电影呢，是个家长，是个父亲，你必须要肩负起责任来。所以创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这样，导演把自己的个性化要发挥出来，来使这个片子有一种扎实的个性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为了能上映，广泛的寻求共性。所以商业电影其实是更高层次的层面，它比你表达个人的那种纯艺术电影更高一个层面。你如果是个人电影这把握不好的人，也不可能拍商业电影。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拍商业电影，商业电影是要经过历练才能获得好的票房，是在个人化的基础之上糅合了很多共性。没有大能的人拍不了商业电影。所以我倒觉得现在中国的电影人呢，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好好考虑。你应该像和平当年那样，在个人艺术领域之内有比较先锋的体验，然后你再进一步走到商业电影的范畴。现在中国好多电影人呢，一个劲儿拍个性化的东西，鄙视主流电影。其实那是因为他个性化的东西他也拍不出什么让人记忆深刻的，他也就没有由此
进军主流电影去拍商业电影的可能。你想，你随便就驾驶1个亿、2个亿左右的这种超级电影战船，你没有点能耐行吗？所以在我看来，商业化电影本身就是个人艺术电影的一种升级，它只比它高，不比它低。那种认为个人电影像地位表现个人情绪，关起门的自个儿看就是好电影，那恐怕是一种闭门造车的想法，它明显跟当前中国电影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是格格不入的。你如果电影业的盘子做不大，那你还叫什么电影市场呢？像电影这种艺术品是给大众看的，不是孤芳自赏的。如果不能赚钱的话，不能受到大众的青睐的话，那么电影艺术存在还有多大的必要呢？所以我们从双旗镇刀客的探讨一直到后来天地英雄的票房上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真正的大片导演必然要走过这条清晰的道路，而商业化电影确确实实是地位式的个人电影的一种升级，它应该是中国电影将来发展的一个主流方向。这2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了特型演员当中扮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演员。那么我们说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历史人物啊，更多的是再现他们在战争年代当中的这个光辉形象。那么战争年代我们知道，光有一方你打不起来，一个巴掌拍不响，非有对手。那么当时作为共产党军队的对手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头号的敌人就是国民党的军队。所以说你要再现这段历史史实的时候，恐怕难以抛掉对方的这个领头的人，比方说国民党领头人谁？蒋介石。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说扮演蒋介石的特型演员。那么扮演蒋介石呢，和毛泽东、周恩来不一样。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往往能够接受有缺点的好人，却很难接受有优点的坏蛋。因为那个时期呢，我们看由于国共之间的对立呀，大伙喊的口号什么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啊，评价呀，依然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区域。所以怎么样扮演好蒋介石，作为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来说，他面临的难度恐怕要比扮演毛泽东、周恩来还要大。那么第一个在荧幕上塑造蒋介石形象的演员呢，是个话剧演员，来自总政话剧团，1930年生人的赵恒多。赵恒多呢，扮演蒋介石的时候，他已经48岁了，年龄上呢还算比较靠谱，而且赵恒多被认为呢是在形象上最接近蒋介石的，长得确实像，而且这个光头，各个方面来讲，特征上都比较接近。那么在1978年呢，拍了一部片子叫《大渡河》，这是第一次蒋介石形象登上了这个银幕，而且这部片子里呢，古越第一次扮演毛泽东，这也是影片当中第一次既有蒋介石又有毛泽东2个人的形象。那么也算开创了战争题材电影当中的一个不小突破的先河。那么赵恒多呢，原来是演话剧的，总政话剧团的，他就是因为外形非常像蒋介石，自从演上蒋介石一直到他死2001年，他始终就没再扮演过别的角色。那么当时啊，赵恒多可不是说就是说后来发现的像蒋介石，他年轻时候就是他可以算一个是个老红军了。在这个1949年呢，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时候，赵恒多就是我军的一个战士。4月23号那天，跟着大部队打进了南京总统府。打进总统府的时候呢，发现墙上呢挂着一张蒋委员长的这个照片，没来得及拿走嘛。他的同伴就开玩笑：“小赵，你的照片怎么挂墙上去了？”赵恒多一看呢，可不是吗？蒋介石跟自己长得还真挺像。那个时候他这个19岁嘛，跟蒋介石年岁有差距。等到他40多岁的时候，就是1978年的时候，再一看确实更像蒋介石了。所以当时81电影制片厂挑演员的时候，直接把他从总政话剧团挑过来扮演这个蒋介石。那个时候扮演蒋介石他压力很大，他就想，就是如果说蒋介石是个大坏蛋大笨蛋的话，这个塑造就有点不对了。那样的话，那时候人民解放战争岂不变得很容易吗？所以他分析历史，他发现蒋介石是一个工于心计、长于统治别人、长于笼络人心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而且蒋介石的军事素养各方面挺高，
况且蒋介石呢，他身上既有中国封建文化的东西，又有美国政治的东西，还有江湖这个帮规习气这一系列的东西，所以这些摞到蒋介石身上，蒋介石这个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他比较有城府，所以呢，赵孟鐸当时呢，根据这个来塑造蒋介石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你比方说他在这个大决战、平津战役当中，那里边的演绎，在这个南京，他自己呢从台阶上走下来，他的表达就是我本来十分不想下来，我应当，但是呢又不得不下来，那种留恋的感觉，所以他把那一幕演绎得很生动。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蒋介石流眼泪，他展现了蒋介石属于一个平常人细腻的一面。那么赵宏多当时把握蒋介石这个人物啊，应该说他也问了不少人。你比方说，尤其是这一层面，可能咱们很多人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一提起扮演蒋介石，首先想到光头。蒋介石是不是秃头呢？其实不是，蒋介石有头发，只不过那头发丝儿很细，有的时候那时候黑白照片拍呀，你不大看得出来。他其实有头发，但是他有时候不愿意留头，把它剃掉，所以给人一种感觉蒋介石是光头。其实蒋介石是个什么人？年轻时候很漂亮，人称美男子，而且这个人军人出身，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蒋介石有个特点，天不管多热，绷机扣是系得死死的，不打开，很讲究自己平常行走坐卧时候这个形象。有那么一次呢，香港大公报报过这个事儿，蒋介石败退到台湾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孙子蒋孝勇从小学放学回来，一看自己孙子一头黑发剃没了，剃成光头，说怎么回事？说学校老师啊溜须拍马，向蒋介石献媚，剃个中正头，让学生都按照这个蒋中正这头型来。结果自己孙子一头秀发就没了，蒋介石气的马上给学校打电话，说大家要注意，我不是个秃头，我有头发，你们没有仔细观察，不要这次采用这种溜须拍马的方式，马上给我叫停。你看这个事儿说明蒋介石是有头发的。所以当时赵宏多考察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也是按照自己心目当中的蒋介石形象塑造，最后形似到什么程度呢？他有一次在家里的玻璃板底下，为了揣摩人物形象，把蒋介石跟宋美龄合影的一张照片放到这玻璃板底下。结果他岳父来了，到他家一看这照片，就不是好眼神看的，意思你跟哪个女的照的啊？一说这是我这是你的剧照吧？人说不是剧照，这就是当年蒋介石跟宋美龄真实照片。你看由此可以看出来赵宏多扮演蒋介石形似的程度。那么后来又出现了一位扮演蒋介石的高手，他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孙飞虎。孙飞虎在西安事变里扮演蒋介石一套走，他演绎的蒋介石跟赵宏多不同，他是试图从整个的人物气质上来更加接近蒋介石。他讲了，他说我从形象上我不如赵宏多像人，你看古月演毛泽东多像，我不像，我得化妆，不化妆就不像。但是我试图从气质上找蒋介石那种阴险呐、狡猾呀、老谋深算呐，把这些特征要把握住。所以这个孙飞虎在演技这方面对蒋介石人物形象的突破要比赵怀多这方面做得多。你比方说比较典型的，我们看那个有一部片子当中啊，蒋介石去视察这个长江防线，那个时候已经几乎待宰了整个国民党这个统治。当时一走到这个军营呢，外边一听里头4个军官打麻将，这一幕反映了蒋介石作为权谋人物这个笼络人心的一面。那么孙飞虎到现在为止最大的创造是创造了蒋介石的声音，因为蒋介石呢有浓重的宁波官话的口音，那么孙飞虎揣摩这个呢，他创造出了蒋介石说话模式。现在我们看不少的片子里边，凡是演蒋介石，如果用方言配音，基本上都孙飞虎这个音调，两西屁，这句骂人的话，就是孙飞虎当时在电影屏幕上首先他给再现出来的。所以孙飞虎呢，等于不仅演了一个形似的蒋介石，也演了一个神似的蒋介石。后来到什么程度呢？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蒋纬国，西安事变的片子在台湾上映的时候，他们看了都说像。有一些
美国人呢跟蒋介石共事过的，后来写回忆录都说那个孙飞虎啊后脑勺都像蒋介石，其实倒不见得长得多像，就是说他这种神态上把握人物内心上这方面他做得非常到家。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大家对蒋介石这个历史解密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对蒋介石的形象认识又有了新的变化，所以出现了几个比较另类的蒋介石。比方说唐国强在长征当中演毛泽东，可这里边这蒋介石更另类，他请的是大明星陈道明。这个陈道明演蒋介石呢，你比如说他有像的地方，为什么？陈道明是浙江绍兴人，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从身形啊、脸型啊、眼神啊，他们都有几分神似，而且那种冷傲的劲儿，那种儒气，双方比较接近，这是这先天的条件。那么陈道明扮演的蒋介石呢，跟以往我们看到蒋介石不一样，所以有好多人指责你演绎这个蒋介石完全不像。为什么不像呢？蒋介石再怎么着是军人出身，黄埔军校吗？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而陈道明演绎的拄着文明棍有时候像黑社会老大。在这一方面，很多人觉得你陈道明演的不像。陈道明呢，可以说他演长征，这是他第一次在一个电视剧里演个配角，他自己也想希望通过自己的演绎呢，演活一个这个蒋介石，可是最后演成了什么呢？演成了康熙大帝的古惑仔版，既酷还霸道。就是这个戏我们看到的只是陈道明自己的风格，而不是蒋介石的一种真实再现。所以说陈道明呢，演完这个蒋介石之后呢，再就没有尝试演类似的角色，他觉得这个确实也不适合他，而且得到的好评度呢也比较低。那么陈道明试了这一次呢，引起了一点争议，但这个争议也没有最新的一个蒋介石争议大。谁？张国立演的蒋介石。大伙儿这个去年时候都看过60周年的时候献礼片建国大业，他颠覆了过去一个理念，除了张国立的光头像你跟蒋介石，别的没有两个地方像脸，长得都不像。说当初这导演韩三平怎么就看上他了呢？那个时候啊，张国立有一次去台湾当时有一位这个领导人宋楚瑜，就说你呀很像蒋公啊。张国立听完也就笑笑过去了。回到国内呢，有人提这事儿呢，韩三平就说你确实有几分像。当那个张国立心里有个小九九，他知道在建国大业里肯定是以毛泽东、周恩来啊这些人为主，蒋介石是个配角，他不愿意演配角，说我也想演电影，可演电影我得演主角，他对这不满意。后来韩三平说你知不知道我这些演员每个人才能上多少戏？毛泽东不过10几场戏，你蒋介石就38场戏，你还想怎么着？张国立说那38场戏也少。结果这个时候韩三平跟他亮出底牌了，建国60周年，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60岁生日，作为当儿女的是不是得献上一份礼物？你多了什么了？张国立一听这我没法推了，演吧，硬着头皮先从减肥开始，因为蒋介石那时候挺瘦，他这弄挺胖不行，所以减肥费了挺大劲。演的过程当中张国立提出来说我看着都害怕。怎么害怕？那边你看演毛泽东的唐国强，演这个周恩来的刘进，那都像的吓人，而且他们多次演领袖，驾轻就熟了。我这一个新兵，我要像他们那么演，我准砸了。这么着，你导演得给我一个充分发挥空间，我呀得按照我的思路演蒋介石，行不行？韩三平说行，你想怎么演我尊重你意见。就这么着，张国立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剧本里好多东西都改了。你比方说李宗仁要竞选总统，完了李宗仁说没事，我肯定能竞选上。这个时候张国立演的蒋介石发出了一声笑声，这个笑是冷笑，但不是我们平常说而是从喉咙里这样的声音，这是张国立的诠释，表示对这事不屑一顾。再有就李宗仁真竞选上总统了，只是蒋介石没跟他握手，但是礼貌的鼓掌，意思是我不认同你这个，可是呢我也得祝贺你。这个分寸感这都是剧本里没有的，这是张国立自己独特的东西。那么张国立在演绎蒋介石的过程呢，他也做了一些相对比较大胆的突破。最滑稽的是一开始啊，他这个一听说要演蒋介石，赶紧学浙江话，可是学差不多了，进组里一看呢，韩三平要求所有演员都说普通话，完了他浙江话白学了。可是白学了，他一穿上蒋介石那身衣服，他不由自主的把这个学的话又说出来了。韩三平说那行了，我特许你啊，
可以说带点浙江味的官话。那么我们前面给大家说了，象征正面人物的毛泽东、周恩来，反面人物的蒋介石。我倒觉得在今后特型演员这条路上呢，随着这个时代逐渐推移啊，大家对这个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角色的需要已经越来越淡了。而且毛泽东、周恩来呢，从我们这个历史评价上看，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而蒋介石从开始的一面倒的否决，到这些年来肯定他的成绩，否定他的错误，蒋介石的形象随着历史推移，会有更多的内幕挖出来。那么这些内幕将会使将来蒋介石这个人物有无限可开掘的可能。所以真要从一个特型演员的发展来说呢，恐怕扮演毛泽东、扮演周恩来的演员在将来的时段有可能逐渐的淡出演艺舞台，但是演蒋介石的演员应该还有非常多的发挥的余地。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们说张国立之后，我们肯定可以看到一个崭新形象的蒋介石出现在荧屏之上。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